自从 GF 在第60代尝到 Mega 进化的甜头后，近几年就在炒冷饭这条路上一路狂飙，试图用各种方法来翻新老精灵。虽说给老黄瓜刷绿漆这种行为有偷懒之嫌，但不少旧时代的精灵确实因此重获新生，人气再上了一层楼。这其中甚至还包含了大量传说中的宝可梦，并且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所有神兽都有焕然一新的机会。本期视频我就来盘点一下 GF 翻新神兽的6种手段，看看在近几时代有哪些神兽获得了新形态，他们之中谁又是受益最多的大赢家呢？那么点个关注，开始本期视频吧。第一种 Mega 进化，代表神兽超梦、拉迪亚斯、拉迪欧斯、裂空座。第60代 Mega 进化的推出，让超梦成了首个吃到螃蟹的神兽，并且还享受到了和喷火龙同等规格的待遇，拥有了 X 和 Y 两种 Mega 形态。但遗憾的是 ，Mega 超梦的设计从颜值到创意都不如原版，高达780的恐怖种族值却被垃圾特性拖累，让超梦未能在对战场上掀起多大风浪。Mega 超梦 X 甚至被不少人评选为综合能力最差的 Mega 宝可梦，可能当时官方是考虑到超梦原本的种族值就已高达680，若不在其他方面加以限制，蓝宝 Mega 后素质膨胀太过，影响对战环境吧。所以即便超梦一下子拿到了2个新形态，但存在感却还是不及原版。后面哪怕超梦以 Mega 之姿再次逆袭，也带动不了剧场版票房，重现不了昔日的辉煌。和超梦情况差不多的还有拉迪亚斯和拉迪欧斯，他们的 Mega 设计更加敷衍，兄妹俩竟共用了同一造型，仅在同色上有所区别，整体的设计可以说是被原版完爆。最搞笑的是 Mega 拉迪欧斯因为种族值加点不好，不 Mega 的拉迪欧斯带上道具竟可以和 Mega 拉迪欧斯打得有来有回。妹妹拉迪亚斯的定位又比较偏盾牌辅助，通常也不会让她担任队伍中的 Mega 手，所以 Mega 进化对水族兄妹也未能带来多大的正向提升。要说从 Mega 进化中受益最大的神兽，那无疑就是裂空座了。Mega 进化让本就非常受欢迎的裂空座从颜值到强度再到人气又提上了一个台阶，只能说 GF 当年为了卖宝石复刻，给了新一批 Mega 宝可梦太多关照了。第二种原始回归，代表神兽古拉多、盖欧卡。原始回归大体上和 Mega 进化差不多，只不过是换了个说法而已。原始古拉多、原始盖欧卡在外形上的改变不算太大，但在强度方面的提升却异常恐怖。除了种子值暴涨100点，来到惊人的770外，他们本就非常强势的特性日照和降雨，还升级成了更加变态的终结之地和始源之海，哪怕放在现在的对战环境中也非常能打。就这样说吧，在他俩能上场的版本，你没有任何理由不选用他们。所以 GF 你真的不考虑给他俩削弱一下吗？第三种起源形态，代表神兽蒂亚卢卡、帕鲁奇亚。或许是为了对应拥有起源形态的奇拉蒂娜，第4世代的2位封面神在宝可梦传说阿尔宙斯中也获得了起源形态。他俩的外形近似残缺的雕塑，有种怪异却又庄严的感觉。不过在他们起源形态曝光之初，宝圈那可是一片哀嚎，玩家都几乎扯爆了。直到游戏发售，大家进到游戏里欣赏到了完整的建模时，又猛地发觉他们好像还挺帅的。在数值层面 ，GF 可能是吸取了原始古拉多、盖欧卡的教训，对起源蒂亚卢卡、帕鲁奇亚只是略微调整了一下种族值分配，没有改特性，也没有给新的专属技能，强度把控的算是比较合理。不过对于喜欢他们的玩家来说，心里可能有些不太平衡，凭什么原始古拉多、盖欧卡那么超模，而我家这2位却设计的这么保守呢？第4种地区形态，代表神兽火焰鸟、极冻鸟、闪电鸟。在剑盾中，关东3鸟获得了地区形态，虽名曰地区形态，但加勒尔3鸟和关东3鸟却不存在同源关系，它们只是在某些特征上相近，就被当地人暂且称作了关东3鸟的加勒尔形态。但实际上，它们并不是火九尾和冰九尾那样的关系，不太符合地区形态的设定。比如加勒尔极冻鸟对人的控制是来自精神上的束缚，而非冰冻；加勒尔火焰鸟身上的深红色火焰也不是真正的火焰，而是一种邪恶气息。加勒尔闪电鸟也不会放电，只是在奔跑过快时，羽毛间会产生电火花而已。GF 对关东3鸟的重塑更多是在意象层面，而非外在。但要说它们之间的联系吧，其实也有，比如加勒尔3鸟的闪光配色就直接照搬了关东3鸟的配色，还蛮有意思的。第5种贝缪宝可梦，代表神兽猛雷谷、破空焰、波荡水、铁斑叶、铁攀岩、铁头壳。在帕蒂亚巨坑里生存着不少与某些已知宝可梦外形相似的宝可梦，它们被称作贝缪宝可梦。依据外形特征，学术界把贝缪宝可梦分为了古代种和未来种2大类，其中就包括形似雷公、炎帝、水军的古代种猛雷谷、破空焰、波荡水，和形似合众3剑客、比利吉翁、勾帕卢翁、戴拉吉翁的未来种铁斑叶、铁攀岩、铁头壳。前者来自古色古香的成都地
地区，或者来自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河中地区。GF 以此来划分古代种和未来种还挺合理的。如果以后宝可梦传说的故事舞台搬到了古代的成都地区，那猛雷谷、破空焰和波荡水应该能够名正言顺的再次登场。第6种，增加队友，代表神兽眷恋云、雷吉艾勒奇、雷吉朵拉贡。河中三云和雷吉一家，他们本身虽然没有获得新的形态，但他们的家族成员却在持续增加。河中三云在传说中迎来了他们的第4名队友眷恋云，这使得他们4位的灵兽形态刚好凑成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神兽。而雷吉艾勒奇和雷吉朵拉贡的加入，则让雷吉家族的成员扩充到了6位，并且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未来或许还有雷吉沃特、雷吉菲尔、雷吉格拉斯、雷吉达克、雷吉格兰德、雷吉菲利等13位新队友的加入，好补齐雷吉家族的18种属性。从上述新神兽中，我们不难看出1级神，特别是封面神，很容易在他们对应世代的复刻作品中拿到新形态。也就是说，在明年发售的宝可梦传说 ZA 中 ，XY 的2位封面神泽尔尼亚斯和伊佩尔塔尔将有极大概率获得 Mega 进化或类似原始回归的全新形态。2级神会随便一些，他们在任何版本都能插进去。在前7世代的神兽中，目前还没有新形态新队友的，就只剩下第2世代的凤凰和洛奇亚，第4世代的三圣菇喜多兰恩，第6世代的 XY 神和第7世代的4大岛神了。其他神兽要么早在出道之时就有了多种形态，要么是在近几年得到了补全，可操作的空间比较小了。那么大家觉得哪些神兽在明年的宝可梦传说 ZA 中获得新形态和新队友的可能性最大呢？留言大家来讨论一下吧。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宝可梦杂谈视频，还请点个关注，你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那么下期再见，拜拜。